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把一瓶曲碧倒入面粉中，出锅比外面买的面包还要好吃，太厉害了！第一次见这种做法，松软香甜还拉丝，连挑食的孩子都非常喜欢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350克高筋面粉，把它倒入大碗中，没有高筋面粉的可以用普通面粉，加5克酵母，加30克白糖，促进酵母发酵。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，再加小勺食盐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所有食材充分混合在一起。搅匀后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瓶曲碧，把盖子打开，这样一瓶曲碧有330毫升。再把曲碧倒入面粉的碗中，不要全部倒完，倒一半的曲碧就可以。接着再往里边打入1颗鸡蛋，用筷子搅拌均匀。因为面粉的吸水性不同，如果搅拌的时候感觉比较稀，我们还可以加一点面粉，如果觉得太干，就再加一点曲碧。给它搅拌成这种面絮状，再下手揉成一个面团。现在的面团是很难揉光滑的，先给它揉成一个没有干粉颗粒的面团就可以。然后把面团转移到面板上，再盖上一个大碗，静置10分钟。10分钟后我们打开大碗看看，现在的面团已经松弛好了。再用手轻轻按扁，在中间按出一个窝窝，然后放一块软化好的黄油，大约是30克左右。没有黄油的可以用玉米油，再下手揉匀，让黄油完全融入面团里。黄油最好提前软化一下，这样才能更快的揉匀。揉匀后，再像洗衣服一样给它推拉揉搓，给它揉出手套膜。这里刚开始揉的时候会有一点沾手和沾面板，可以少加一点食用油。这里千万不要加面粉了，多揉一会儿就不会沾手了。一边揉搓一边摔打，这样更容易揉出膜。揉到拉开有一层这样薄薄的膜，而且不容易破，说明就可以了。全程大约需要揉10分钟左右。再把面团揉圆，就揉成这样一个偏软一点的面团就可以。再放回大碗中，用手轻轻按扁，在表面淋少许食用油，用手抹匀。再盖上保鲜膜，发酵至原来的2倍大。趁这个时间准备适量的豆沙馅，大约是100克左右。这个豆沙馅超市有卖，也可以自己在家做。再加20克左右的清水，把豆沙馅稀释一下。这个豆沙馅太干了，然后用勺子搅拌均匀。搅拌成这样稍微稀一点的豆沙馅就可以。现在我们的面团已经发酵好了，看一下体积已经变大了许多，戳个手指下去不回缩，里面呈蜂窝状。面板上撒一些干面粉，把面团放到案板上，再给它好好揉一揉，拍拍气，尽量多揉一会儿，把里面的气孔排干净。然后再把面团揉圆，揉圆后再把面团平均分成4份。再取一个面剂，给它放到案板上，给它好好揉一揉，由外向内揉，把表面揉光滑了。然后再把底部收严实了，翻个面整理一下，整理成这样一个圆溜溜的小面团就可以，再放一旁备用。全部揉好后，再盖上保鲜膜，松弛10分钟。10分钟后我们打开保鲜膜看看，现在面团已松弛好了。再取一个面团放到面板上，用手轻轻按扁，
再取出擀面杖，给它擀薄擀大，给它擀成一个圆形的大面饼，也不用擀得太薄了，厚度约 0.5 厘米左右，像这样子的厚度就可以。然后放上刚准备好的豆沙馅，用勺子给它铺平铺均匀，只放半张面饼就可以，剩下的一半面饼不用放豆沙馅，豆沙馅不用放太多，薄薄的放上一层就可以。放好后再给它卷起来，把豆沙馅这半卷完，剩下的一半先不用卷。再取出小刀，把另外一半给它分成长条，宽约1厘米左右，尽量切得均匀一些，这样做出来的成品才会更加好看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切好之后再给它卷起来，同样卷得紧实一些。卷好后再给它搓一搓，搓得紧实一些，像这样一个生胚就做好了。再准备一个模具，在底部放上一张油纸，然后把做好的生胚放入模具中，中间要留点空隙。全部做好后，再盖上保鲜膜，2次发酵20分钟。趁这个时间准备一个鸡蛋黄，放入小碗中，用刷子刷散，刷散后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面包生胚也2次发酵好了，体积已经变大了许多，用手指按压能迅速回弹，像这样就2次发酵好了，然后刷上一层蛋黄液，薄薄的刷上一层就可以。刷好后放入烤箱中层，上下火170度烤25分钟。时间到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哇，好香啊！浓浓的面包香味扑鼻而来，颜色金黄金黄的。再把它取出来，非常好吃的徐币豆沙面包就这样做好了，形状和面包店里卖的毛毛虫面包很像，非常的松软，用手按压能迅速回弹。我们掰开看看，看一下这个拉丝效果真的是非常不错，真的是太松软了。看一下中间层次丰富又分明，每一层都有豆沙馅，吃着非常香，加了徐币，还有一股徐币的清香。这样用徐币做的面包比外面买的面包还要好吃，而且凉了也不会硬，中间像海绵一样的柔软，做法真的是没有任何难度。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啦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是丽丽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